其实我之前已经进了一笔钱进去，就是5500块，我的钱就是有亏了一点点。안녕하세요，欢迎回到打开吧财箱。你好，我是德廷，因为今天就要介绍这一款人工智能投资 APP Stash Away。这据说非常好用的终极懒人投资法。基本上 Stash Away 的操作就是它会有一个 AI 的人工智能，也就是一个机器人，把你的钱来自动的去投资，然后帮你选择投资组合。因为通常呢，我们普通人可能就会把钱呢就放在 FD， 像我之前放在 FD， 它那个1年的 percentage 就是 2.1%。可是呢，如果你放进 Stash Away 的话，它有一个叫做 Stash Away Simple 的，它提供的这个回酬就是 2.4%。那是第一个选项。第二个选项呢，它就是你就可以放一笔钱进去，那么它就会根据你的投资目标和你愿意承担的风险呢，来制定你的投资组合啦。是什么操作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哦。其实我之前已经进了一笔钱进去，就是5500块。给大家看看我的这个 General Investing， 然后我那时是选12% 的。大家可以看到我 portfolio 我选的就是 Stash Away Risk Index， 我愿意承担12% 的风险，意思是说1000块当中我愿意亏掉12% 的这个风险，也就是120块的风险。那么他帮我制定的这个投资组合就是32% 的政府债券，20% 的大宗商品，20% 的固定收益，20% 的美国股票，7% 的国际股票，以及1% 的美金啦。所以这就是整个的概念。那么这个 apps 呢，它好在呢，它会跟着你的投资风险呢来决定你的投资组合。像这个12% 嘛，如果我把它拉到去6.5% 的话，大家看它其实呢比较固定型收益的，像是政府债券，它就会调到38%。然后如果我把它调制成你愿意承担的风险比较高的话，像我调到22% 的话，那么它其实会投资在美国股票比较多一点点，也就是流动性比较高的这个商品当中，所以非常方便。你看，就是不同的 percentage 就有不同的这个投资组合啦，就可以供大家参考的。那么我这几天用下来呢，你会发现它其实每一天呢都会有这个涨幅哦，就是你的投资的这个赚到钱还是亏的钱都有一个涨幅。那么第一天我入钱了2000块，那其实呢我的钱就是有亏了一点点，就是1989嘛，慢慢的它就有升了上来，然后就有了一些涨幅。后来我就入金了第二笔嘛，所以它就自动的涨成了5501。可是我现在呢，大家可以看到我只赚了99 cent 啊，就是在一个星期当中我只赚了99 cent。当然它短期内的涨幅呢，其实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它主要是看你这个3到5年之中这个 plan 当中呢，到最后你会得到多少钱。那么它比较不适合短期投资，比较适合长期投资，所以我个人觉得它是比 FD 更好的 option 这样子。那么关于注册账户方面呢，我个人是在26号的时候注册的，然后在3月2号才 approve， 所以一共花了4天。那么我们其实有制作了一个 PDF file， 是教大家去怎么注册的，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下方链接找得到啦。再来就是入金方面，大家只要在右上角呢按那个 transfer 的 button， 然后你就可以 put money in， 然后 put money in 呢，它其实有2个选项给你使用的。第一个就是你可以直接 link 你的 bank account， 就是直接做一个 direct debit 的这个function， 它也是有让你就是每个月固定的可以入金的，它就自动帮你扣款。那么第二个呢，就是 manual deposit， 也就是你一次性的就放钱进去啦。那么我个人入金的方式呢，第一次2000块我是用了 manual deposit 的，那么只要你按 one time deposit 按进去，然后你就可以有设置了。那么 direct debit 的方面呢，它首先就是要你 link 你的 account， 然后就会做一个系统的尝试，你只要进1块钱进去，然后它就会把你 link 了，然后你就可以 schedule 你的 post。 direct debit 我觉得它的坏处就是你无法是直接你今天要进你就进，它只能是 schedule post， 就是你今天要进，你只能 set 明天的 schedule 这样子。然后当然你也可以设置每一个月都进款这样子，扣除固定的这个投资钱这样子。那么第一笔入金我是3月1号进，然后3月3号2天之后才成功进到钱。那么第二笔入金呢，我是4号进，然后它是过了4天之后呢才成功进的，所以可以看到它入金的时间其实是介于2天到4天之间的。那么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不要犯一个低级的错误，因为一开始呢我就不小心把钱进到 Stash Away Simple 了，然后其实你要投资的话，你是要进到去 General Investment 的这个 portfolio 里面，所以我又花了2天的时间把我的这个 Stash Away Simple 里面的钱转去这个 General Investment， 所以我是迟了2天才可以开始投资的。
那么这个 apps 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的点呢，它就是有一个 reoptimization 的，就是大家在设定 portfolio 的时候可以按那个 button， 你就 allow reoptimization。那么这个呢，就是优化的一个过程，就是当他看到你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呢，可能现在的股市是上涨的，他就会少买一点股票，他就会帮你投资一些可能黄金啊，或者是其他的债券之类的。那么当股票降低的时候，他可能会帮你买入更多的股票，这就是它自动的，而且是免费的这个 reoptimization 的这个功能啊。再来，你可能会问，到底 StashAway 我要给多少钱哦？会不会很贵？其实呢，它只是在每一个月根据你的这个投资组合，那个管理费呢，只是0.2到0.8%。你投资越多呢，你的管理费越低。然后在 ETF 经理当中，还会收取0.2% 的这个收费。那么关于出金的部分呢，我个人是有拿了50块出来。那么它其实呢，在很短的时间呢，就可以直接转账了，而且是不需要额外收费的。那么可能大家会好奇，到底这个 apps 安不安全的？其实呢，这个 StashAway 呢，就是来自新加坡的智能投资咨询平台，它在2016年创立的。那么它主要是使用这个 Robot Advisor 这个智能投资顾问，也就是一个机器人啊，来帮你这个监管的。而它也是大马第一间合法的智能投资平台，所以就算它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倒闭了之后呢，其实你的钱还是拿得回来的，因为它是分开管理的。因为它的资金呢是被存放在一个单独的托管账户之中呢，是跟它的公司的运营资金呢是完全不同的。在马来西亚呢，就是 Citibank 花旗银行呢来负责保存你的存款；在新加坡的话，就是 DBS Bank 会负责保存你的存款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啦。所以即使今天 StashAway 的公司倒闭了，你的资金呢还是安全的。那么再来关于这个 apps 的缺点呢，其实我发现，因为它是机器人帮你去选你的投资组合的，所以呢，用户能决定的就是一开始的投资风险罢了，而你真正的投资组合你是不能去决定的，所以它会比较无法实现所谓的价值投资，而且你用户的主导性啊和那个主动权也比较少一点，你就只能set percentage， 然后就等那个钱进来，就这样罢了，你就不能是我要卖掉这个 government bond， 我要买入这个 commodities， 就不能这样子。我个人是觉得比较适合像我这样的新手。那么如果你是老手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去那种可以自由操作的这个投资平台来用啦。那当然，如果身为新手的你呢，想要懂可以怎么去操作，然后将来呢就可以去转移阵地的话呢，欢迎你来上我们的课程。在这里有一个课程要推荐你，价值思维的理财投资训练营。那么报名呢就在链接上面，现在报名就有优惠啦，只限我们的打开吧财商的这个用户哦，记得赶快去。好了，说了那么多，我个人呢是给这个 apps 呢是打3颗星的，是非常适合新手来使用的。就是我放了一笔钱进去嘛，就是我还蛮期待说到底它1年之后会变成怎么样。那么我个人观望呢，我觉得它肯定是比 FD 的这个投资率回酬率高的，当然它风险比较高啦，所以大家真的是要根据自己的投资风险来去决定的。当然如果你是使用1年之后的用户呢，也欢迎你在下面告诉大家你的投资成果啦。好了，说了那么多，如果你有兴趣注册的话呢，可以到简介下方的链接呢来注册的，那么我也会有专属的开户优惠哦。好，最后的最后就要在这里提醒大家，记得投资呢不要拿你整副身家去投资，而是要用你在你舒服还能够继续过生活的情况下呢，才把多余的钱去投资啦。我是德听，爱你不听，我们下次见哦，拜拜。打开吧财商，每周六晚上6点钟，6为你送上最新的开箱影片，为你亲自实测最新的科技以及金融 APP 哦。所以不想错过的话呢，就马上订阅我们的 YouTube channel 以及去 follow 我们的 IG 啦，不见不散哦。